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宏。今天想分享2024年3月7日 Xbox 合作伙伴预览的完整内容。有一场第三方阵容的发表会，是不是看了个必驾的老人？这次发表的游戏共有14款，大家如果有自己想看的部分，都可以在说明栏按下指定的时间点看指定的内容。如果你还没看过发表会内容的话，建议别打开说明栏，会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以及惊喜。首先，无名九死觉醒由Refactor开发的叙事动作冒险游戏，在游戏中你将扮演汉鲁娜，维持九死的虚名与秘密组织交战，掌握神秘平行维度的能力抗敌，阻挡子弹附身在敌人身上操弄，踏上这场史诗般的冒险。游戏预计2024年夏季发售，登陆 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繁体中文。巧手王牌由Riot Games 开发的第三人称潜行模拟游戏，以雨水打湿的间谍行动为背景，使用你的卡片展现特殊能力，让你侦查、传送、设置陷阱、致盲敌人，并与环境互动，进而不被发现，除非你想大声行动。效率来自你带上的卡片，卡片告诉你即将发生的一切。游戏预计2025年发售，目前消息登陆 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首发 HP，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多重人生由 11bit Studio 开发的冒险游戏，故事描述主角受困在一颗星球上，必须在日出之前逃脱。然而时间不足以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在这颗星球上又有称为雷比电的神秘物质，能让主角创造出不同版本的自己。每个分身都是根据主角的人设分叉而形成，如没有理想背景、大学没休学、仍在维持婚姻等。这些分身都拥有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帮助我们成功逃亡，但各自也都有自己的目标、野心和恐惧，大家都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互相也可能产生矛盾，不管怎样，面对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多。游戏预计2024年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森林之境雅娃由 Inward Studio 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在这个遍布野生生物的世界，这些奇妙的生物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纽带，让人得以利用他们的能力穿越星球。如今却有未知传染并影响了他们，展露出攻击性。玩家将扮演年轻的探险家，与镇定敏锐的研究员一同展开冒险。游戏采用非攻击性的战斗机制，以治疗为主，还可以演奏长笛曲调驯服生物，进一步强调拯救生命的核心。游戏预计2024年发售，登陆 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首发 HGP，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Roblox Greenville Survive the Nightmare 现已推出新的角色扮演 Chucky， 以恶魔体验的形式在限时时间内提供。开发团队 Riot Games 表示，在未来还会让其他恐怖电影的角色以轮换的方式引入。神墨之都2由 Flower 开发的克苏鲁生存恐怖游戏，背景设定在1920年的美国，发生在声名狼藉的阿卡姆之城。如今这座城市被一场超自然的洪水所困扰，且带来传闻的怪物。这款续作将会呈现一个独立的全新故事，与前作无关，注重战斗和探索要素。调查者由玩家自己决定要不要拼凑线索。游戏预计2025年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最终幻想14 Online 由 Square Enix 开发的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类似魔兽世界那样，打造你自己的光之战士，品味旅程的每一步。游戏将在3月21日移植至 Xbox 平台，首月上市使用 Game Pass Ultimate 可以购买新手包。浩劫杀阵3部曲合集由 GSC Gameworks 开发的第一人称射击恐怖游戏，首次面向主机玩家推出，深入探索开放世界生存的著名经典3部曲，现已发售。Master Jam Showdown 由 Milestone 开发的赛车游戏，玩家在游戏中驾驶的是怪兽越野赛车，在自由模式还能表现各种特技，让玩家自行玩耍，或以野兽姿态参与疯狂竞速，与对手碰撞，是本作的首发预告。游戏预计2024年发售，登陆 Switch、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女神异闻录3旅肉扩充包由 Atlus 开发的角色扮演游戏将在9月推出以艾奎斯为主角的扩充包。艾奎斯是为了对抗阴影而被创造出来的人形兵器，在本片的后日谈从艾奎斯的4点来描述，讲述他们的宿舍突然发生了异变 ，SES 的成员们被封闭在这一天不断重复循环的异空间之中。此时机械少女梅蒂斯以及多排门匪并列的神秘空间时间夹缝出现在宿舍，他们将与梅蒂斯一起探索门匪另一端所隐藏的故事真相。城西舒适的游戏体验对原版进行了重置，除了改善能让
玩家更容易对角色投入感情的调整，也追加了角色固有的必杀技，即使已经通关本片的玩家也能获得崭新的体验。额外还有在3月推出新的 BGM， 以及5月推出 BGM 核心造型，建议开放购买。SGP 包含过重磅内容。第一狂战士卡战由 Newper 开发的硬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地下城与勇士 IP 的衍生作品，以独特的动画图形和硬核时尚动作结合。游戏中可以透过获得各种装备与属性，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夺回你被夺走的一切。为调查造成自己没落的事件，向敌人复仇雪恨。游戏登陆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居然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肯泽拉传奇造物由 Sergio Studio 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穿越充满神话的世界，饱受疾病与悲剧摧残的土地。你的武器是先父的面具，月之面具掌控群众，而热之面具迫使你与灵体近战，跳起三碗之舞，挥舞面具的力量。途中还会获取不一样的能力，如可以启动距离遥远的元素，或是在战斗范围内使用一次刺穿多个敌人。旅途上每一次的胜利都会帮助你成长，获得力量与工具，为你在战斗中增加优势。游戏将于4月23日发售，登陆 Switch、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居然当然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冰封朋克2由 11bit Studio 开发的策略游戏，融合了城市建设策略和管理的玩法。在这里，地球依旧被永不停歇的寒冷气候所笼罩，你将扮演一个资源匮乏的大都市领袖，制定法律处理危机，引导人类走向新的未来。游戏预计2024年7月25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居然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国境城女神之道由 Capcom 开发的策略动作游戏，充满独创性的和风世界观，以污秽覆盖的山村为故事舞台，在白天净化村落为迎战准备，替女巫引路，赋予村民职业。到了夜晚，需要镇压袭来的异形，守护女巫，与村民协力共同战斗，直到山上的污秽被净化。日复一日，无数的昼夜不断重复，且预告中还有出现剧情蜈蚣，将面对意料之外的战斗。更细的详情可以到 Capcom 的新节目观看哟，影片连结会放在说明栏。游戏预计2024年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首发 SGP， 居然当然游玩且支持中文。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这次的发表会大家觉得如何呢？最期待哪款游戏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支持小弟我哦。下个影片见，拜拜。